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瑞典向乌克兰援助 RBS-17短程反舰导弹，瑞士花费55亿美元购买 F-35战斗机，明知无法对俄造成实质性伤害，为何泽连斯基仍要制裁普京？精彩节目即将开始。瑞典向乌克兰援助 RBS-17短程反舰导弹。2022年6月2日，瑞典国防部发表声明，瑞典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一批价值10亿克朗，约合 1.02 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包含财政援助和军事装备。军事装备包括瑞典的反舰导弹系统 RBS-17、5000支 AT-4 反坦克导弹，以及大量的巴雷特 M82 反器材步枪和弹药。瑞典国防部长表示 ，RBS-17反舰导弹是乌克兰政府专门点名要的武器。该导弹是美国洛克威尔公司和瑞典伯福斯公司联合为瑞典防御设备管理局制的，是供瑞典反两栖登陆暗防营的导弹连使用的一种便携式反舰导弹，可以从海上和陆地进行部署。RBS-17是 AGM-114 地狱火空地导弹的一种瑞典改进型，于1980年由瑞典伯福斯防务公司制造。该公司将地狱火导弹改造为反舰导弹，可以从海军舰艇上或地面火力点进行发射。RBS-17反舰导弹弹长163厘米，全重为48千克，战斗部重9千克，其射程约8公里，采用破甲战斗部，使用激光导引系统，可以由前进部队用激光指向攻击目标，发挥最精准的攻击能力。RBS-17因为射程较短，主要用来打登陆艇或者是近岸目标，攻击目标一般是登陆艇、攻击型气垫船和扫雷船。总体而言 ，RBS-17导弹的射程只有8公里，瑞典用它主要是承担港湾和港口封锁任务，针对的也只是一些小型水面舰艇。如果将用在乌克兰海边，似乎无法对俄罗斯水面舰艇构成任何威胁。但乌克兰政府既然点名要 RBS-17，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乌克兰方面并不需要 RBS-17来承担常规的反舰任务，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鱼叉或 NSW 远程反舰导弹了，这些导弹射程超过200公里，完全能够满足乌克兰海防对射程的需求。而 RBS-17则可以作为这些远程反舰导弹的补充，因为鱼叉这类远程反舰导弹有最小射程的限制，通常无法对付近距离的目标。乌克兰方面试图用鱼叉、硫磺石和 RBS-17导弹建立起分层拦截的体系。另一方面 ，RBS-17导弹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可以精确打击各种样式的目标。虽然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在乌克兰南部地区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迹象，但是其可能性也并不能完全排除。RBS-17能够有效地对付敌方两栖舰艇和水陆两栖车辆。除此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鱼叉反舰导弹这类大型装备的调动和部署是比较危险的，很容易受到俄罗斯方面的打击。同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也比较复杂，在战场条件下，乌克兰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训操作人员，这些都给鱼叉的部署带来了很多困难。相对而言 ，RBS-17的系统就小巧多了，完全可以使用人力拆卸、组装和部署，非常适合目前乌克兰小股作战分队携带和使用。瑞士花费55亿美元购买 F-35战斗机。2022年5月18日，瑞士政府表示，将在全民公投前签署购买36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A 战斗机。据悉，该笔采购费用约55亿美元。此前，在2021年，瑞士政府就选择 F-35作为其下一代战斗机，这激怒了该国的反军备运动人士和左翼政党。反对派表示，要就购买战机问题举行公投。然而，今年的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地区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各国也由此增加大量的军费支出。德国计划购买35架 F-35，芬兰决定购买64架 F-35，加拿大更是将购买多达88架 F-35。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瑞士政府购买 F-35的反对声音也逐渐平息。F-35此次能中标瑞士的大单，对洛马而言无疑是虎口拔牙。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击败了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战机和欧洲战机集团的台风战机。瑞士联邦委员会明确指出， F-35在生存能力和态势感知能力上明显超过了以上竞标机型，毕竟 F-35是全频谱隐形、正儿八经的新一代战斗机。从报价来看 ，F-35战机的单价是 1.8 亿美元，如果算上配套的 F-135涡扇发动机、武器系统和售后，这一价格真不算贵了。
因为阵风和台风这3种4代半战斗机也一点都不便宜，印度买台风单价都2亿美元以上了，而且瑞士方面表示，算上战机30年全寿命周期 ，F-35比最近的竞标机种总维护成本少了21.6亿美元。当然，有人会疑问，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为何也要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瑞士在外交上最大的特色的确在于其永久中立国的身份。为了表示中立，瑞士甚至直到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但瑞士的永久中立不像一些小国一样放弃国防换取大国庇护，而是武装中立。作为一个总人口仅800多万的内陆国，瑞士陆军和空军的兵员装备数量是比较多的。2019年，瑞军总规模达到14万，瑞士空军现在就有36架诺斯罗普 F-5EF 虎2战斗机和约30架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由于现役的战斗机都是美国货，从装备的继承使用来看，瑞士购买 F-35也确实合理。只不过欧洲双雄台风与阵风战斗机就相当难受了，在自家地盘上被美国货打败。但这也怪不了别人，毕竟与 F-35相比，台风和阵风在性能和报价上并不是最佳选择。哪怕是换作火力军，我也会选 F-35。明知无法对俄造成实质性伤害，为何泽连斯基仍要制裁普京？据乌克兰阿门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以俄罗斯总统普京为首的部分政府要员实施制裁。至于制裁的具体内容，则跟欧美制裁的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冻结被制裁目标在乌的资产，终止双边贸易，并禁止赴乌旅行等。制裁的期限是无限期，这意味着只要制裁不取消，乌克兰就永远不准普京进入其领土。如果普京在乌克兰有资产，也会被永久冻结。乌克兰的这个制裁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以乌克兰的国力，制裁本身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更何况普京等人也不可能在乌克兰有什么资产。至于禁止赴乌克兰旅行，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即便是在俄乌战争期间，俄乌高层的接触也只是在一些国际场合上，俄罗斯高官本来就没有往乌克兰去过。以俄乌现在的关系而言，这些人即便没有限制，也不会进入乌克兰。既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为什么会制裁呢？火力军认为，主要就是表明自己的决心。欧盟和美国早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对普京实施了制裁，但乌克兰并没有跟进，因为乌克兰还需要跟俄罗斯谈判。然而在谈了5轮之后，俄乌双方也没谈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乌克兰才意识到对俄罗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另外，在西方国家中，对于战争的走向也有分歧，美国要乌克兰坚决抵抗下去，一些北约盟友则暗戳戳希望乌克兰妥协。但对于泽连斯基而言，俄乌战争没退路，所以直接制裁普京。泽连斯基就是要表明要跟俄罗斯老死不相往来，让那些劝和的国家明白基辅不会妥协，表明自己不会跟俄罗斯和解的立场，才能赢得西方国家的继续支持。因此，乌克兰此次实施的制裁，其目标是俄罗斯，但其真正的意图不在俄罗斯这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泽连斯基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手腕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